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时代星体冥王星已经从摩羯座换座到了水瓶，这是今年最受人注目的星象之一。冥王星在水瓶座会停留长达21年之久，这象征着我们正在进入风元素的周期。毫无疑问，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冥王星从2023年3月23日进入到水瓶座，会一直停留到2043年3月9日。由于发生了逆行，会在2044年彻底离开水瓶座。对大部分人来说，这20年会带来太多的改变。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会聊聊，到底对社会还有个人产生哪些变化。作为离太阳最远的行星，冥王星的轨道很长，每12年到30年就会改变一次星座。在占星学上，土星是负责分割主观意识的界限所在，而在三王星里面，天王星是个人无意识，海王星和冥王星呢，已经是代表集体无意识的领域。冥王星本身也和转换、业力、灵魂的功课有关，而放在社会领域，它象征着社会的迭代和群众集体意识的累世变化，或者说是一种时代背景下的趋之若鹜，众人争先恐后想要获得的一种欲望。正是因为冥王星是集体欲望的原型所在，所以我们会发现它所带来的趋势是这样的漫长，它演化的进程是这样的悄然。冥王星的诠释可以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是一个时代的风口，也可以是一个时代最尖锐的矛盾所在。那么在聊冥王星进入水瓶座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个时代冥王星摩羯座的社会变迁。冥王星摩羯座是从2008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2024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期间，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摩羯座是权力的象征，那么冥王星的到来就相当于把时代的浪尖推向了权力的游戏。冥王星摩羯必然会把资源、财富、权力集中到小部分群体的手里，带来垄断和权力至上的局面，那么就会带来另一些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阶级遭到了伤害。2009年，一部热门的电视剧《蜗居》登上舞台，拉开了冥王星进入摩羯座的序幕。这部剧描述的是大城市的高房价以及权贵与情人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上个时代的趋势，可以说是一部预言性的作品。而且这种资源的倾斜在这之后的10几年里是越来越严重，这就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让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地区过分饱和，贫穷地区人去楼空。垄断者可以在行业内游刃有余，而后进者只能掉进内卷的漩涡。冥王星摩羯座代表了谁掌握了权力和资源，谁就掌握了这个时代。而现在冥王星进入水瓶座，无疑会打破这种资源独大的局面，因为水瓶座代表的是科技、创新、群众、福利、民生、社会改革，还有地缘政治等等。所以上述因素的磨合将是未来的主要关注点。权力已经不再是新时代的通行证。那么冥王星水瓶座会带来怎样的宏观影响呢？首先，我们能够体验到一种团结的集体信仰、价值观和共同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接下去的20年可能会诞生一些被广泛认同的集体价值观和社会新风气，和上个时代的想法完全不同。新生代呢，可能会更新社会价值观。第二，创新型经济将会逐渐取代传统的规模经济。如果说冥王星摩羯座的时代，规模经济是大趋所势，大公司、大企业能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产出更多效益，那么在冥王星水瓶座的时代就恰恰相反，更多小体量的公司商业模式可能会问世。比如说2016年开始风靡的新概念 DAO， 全称是分布式自治组织，意思就是这是一种具备高度自治权的公司，不受中央管理层的影响。公司管理的权利完全可以分布到各个下方部门，或者只受控于股东。比如说外包式的公司，或者全靠人工智能的企业，都有可能会在未来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关于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端倪，比如说去年出炉的 ChatGPT 以及许多 AI 写作绘画之类的，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传统的雇员，让企业有机会实现轻人力资本的运作模式。这样的企业不仅具有高创造性、高独立性，而且摆脱了冥王星摩羯时代笨重的管理模式，实现更加轻盈、虚拟的团队模式。越来越多这样去中心化的经营模式会出现。所以接下去冥王星水瓶座的时代，制胜法宝是人际网络和创新能力。人际将成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关系上非常灵活，才能取得更多的成功。
第三，冥王星在水瓶座也会促使更多人去争取公平权益、平等权益，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比如说像劳工和妇女之类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会逐渐得到重视和关注，成为接下去改革的重点。社会群体组织可能会经历一些深刻的转变，也可能代表我们会有全新不同的社交方式。比如说，在社交媒体诞生之前，我们主要是依靠面对面聚会或者电话传真之类的方式来联系和分享信息，所以传播的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么后面互联网的出现就催生了类似像论坛、社交网站、微信之类的工具，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沟通和社交方式。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在冥王星进入水瓶座的20年里，随着科技的发展，还会有新的社交方式出现，譬如说像现在的元宇宙等等。第四，冥王星水瓶座必然会让生育率继续保持在低位，因为科技带来的便利性和新型的社交方式，会让新生代对传统的生育不太感兴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水瓶座的对宫狮子座，上一次冥王星进入狮子座刚好是在二战后重建的时期，也就是1938年到1956年。这个期间呢，刚好是最著名的婴儿潮。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这个时期几乎都实现了出生率增长的势头。有学者呢解释说，这波婴儿潮主要是因为二战后经济恢复以及战时生育延迟带来的反弹，但是这个解释其实并不完整。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反弹，应该出生率只增高战后1-2年，而不是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可以看到，婴儿潮期间不仅有总出生率的恢复，也伴随了同期出生率的增加。而且呢，婴儿潮也伴随着结婚潮，当时的人们都愿意纷纷组建家庭，寻找另一半。那么从占星的角度来解释，其实比较容易。狮子座呢本身就代表着小孩、宴会、爱情、创意、自我表现之类的意涵。当冥王星进入狮子座，就会推动当时的社会出现这些领域的狂热性。一来是会带来相关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光荣妈妈政策，鼓励当时的妇女多生育。西方国家，比如像法国、德国，也都在同期宣传西方世界正在走向人口减少和衰退的情绪，以及战争带来的人口衰减影响，来鼓励民众生育。二来呢，是会带来社会风口聚焦在狮子座的议题上，也就是爱情和生育。在文化层面上，单身在二战期间是被谴责为一种威胁西方社会乃至人类文明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当时的社会认为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和未婚父母的身份应该被视作不道德，所以想要满足荷尔蒙的年轻人纷纷选择结婚生育，从而呢就推高了生育率。1960年 FDA 承认口服避孕药的安全性，从此避孕药就正式上市了。这个时候婴儿潮也正好迎来了尾声。我们可以看到冥王星对社会风潮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也催生了一些时代的特殊现象。那么回归到冥王星水瓶座又会是怎样一幅光景呢？很显然，水瓶座象征着一种疏散的人际关系，一种与众不同的模式。水瓶座不是1对1关系，而是一种社群网络。可以预见，未来的新生代比起传统的1对1关系，更渴望寻找自己的群体归属感。譬如像单身经济、一人户、有情婚之类的新名词，可能会在冥王星水瓶座的时代继续发酵。社会对关系也会有新的定义，也会更包容，包括会滋生出不同于传统的新型家庭模式。科技大大便利了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同时也会改变社交相处方式，包括像智能婚等现象也可能会出现在未来。所以冥王星水瓶座是低生育率的时代，却是个体选择多多、自由至上的时代。时代呢也会对个体的选择更为包容。最后，如果说冥王摩羯更注重的是地位和影响力，那么冥王水瓶更像是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创意的小手工作坊、小博主，或者各种各样的思潮、产品和技术。创新是最重要的，因循守旧很容易被更有想法的新生代取代。冥王星水瓶是科技竞赛的时代，各国之间高端科技的竞争会变得空前激烈，技术抢先和用户池规模就会决定谁是下个时代的王者。那么聊完了冥王星水瓶座的宏观影响，我们再来看看个体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冥王星代表死亡、重生、蜕变、转换和再生。冥王星带来的转换可以是先见之明，也可以是后见之明，这要怎么理解呢？冥王星主导的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
所以先见之明指的就是一部分有洞察力的人群，已经预知到了趋势的变化，主动选择壮士割腕，舍弃被时代淘汰的部分，重启新篇章。过程虽然会有舍弃之痛，但是也收获了新生。而冥王星也有一种强迫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后见之明呢，指的是另外一部分人群本身并不愿意主动舍弃旧有模式，但是却被看不见的手影响着，他们可能会被环境所操纵，被趋势逼上悬崖，最后呢，在强弩之末或者是事物的最后阶段，才产生了后见之明，认清了这种强迫改变背后的深刻意义，也就是这段经验的本质意义。所以在冥王星水瓶座的时代，是选择先见之明还是后见之明，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这取决于个体对于这种时代转变的抗拒程度，对舒适老旧事物的依赖程度，以及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水平。顺应冥王星水瓶座，我们需要主动学习新的领域知识，学会应用新的技术和工具，主动和他人、组织、团体产生链接，形成自己的物联网或者人联网。对于深感内卷的新生代，冥王星水瓶座的时代反而是新的机遇，因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创意来实现弯道超车，或者建立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型社区团体。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会来谈一谈冥王星水瓶座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力。这边呢，我不会用星座去分类，而是用不同年代的人群来解读。首先，冥王天秤的时代，也就是70年初到80年初的人群，这些人群在未来20年呢，将会是收成的20年。只要能够好好运用之前的社会关系，就能够对新的关系输出影响力，而且也是代人能够顺利运用权力的时代，顺应民心就能够得天下，因此非常适合整合新旧人际资源。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冥王天蝎的世代，主要出生于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叶的人群。这部分人群也会感受到新时代带来的剧烈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多半带有一种不舒服的属性，因为必须得放手本身不该执着的部分，需要去主动改革，不破不立。比如说去尝试学习新技术，并且呢要放开自己的心态，避免固执和抗拒，要主动的去融入新的社团。冥王星天蝎的世代是最爱憎分明的一代人，因此很有可能在接下去20年感觉社会风潮和自己所坚持的情节截然不同，放下执着，融入趋势是最好的做法。第三类人群就是冥王星射手的世代，也就是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08年的人群。那么这部分人呢，适合发挥个人影响力，容易在冥王星水瓶的时代崭露头角。因此呢，这部分人很适合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并且用来新的创作和创新，来成为最具有创造力的新世代。最后就是冥王摩羯的时代，也就是出生于2008年到2023年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呢，他们呢相当于刚刚离开本命盘冥王星的影响区域，所以也象征着他们在未来20年需要走出舒适圈，放下过去的基础，尤其是父母带来的影响力和打下的基础，要学会主动去融入，打开自己的眼界，并且自我革新，不断学习。